友情提示：这是一部国产导演敢看而不敢拍的电影。为什么这样说呢？看看你就知道了。这是很意外的一天呐！这对母子探险坠崖，母亲不幸坠亡，生存无望下，男孩靠啃食母亲才撑到救援的赶来，因此侥幸存活。然而这件事从此成了他一生的阴影。后来随着年龄越来越大，他的心里也越发的阴暗。他竟然认为每个人在那种绝望的环境下都会做出像他那样的选择。也许是为了印证自己的想法，他竟然做出了一个惨无人道的事情，那就是自建地牢。他只是为了证实人在无力求援的情况下会不会像他当初一样蚕食同类。只见一个漆黑的地牢里被放入了5个年轻人，当然这些人都是他千方百计骗来的。然而此时年轻人以为的密室探险竟然是肖申克的监狱，他们还自信的认为自己什么密室逃生没玩过呀，这座小小的地牢又算得了什么？可他们在里面找了一天，这座密室逃生竟然没有给他们任何线索提示，而他们的一举一动正被当年吃母亲的老愣监视着。是啊，他怎么可能给牢中的人提示呢？他就是要看看这群人在长时间无事可进的状态下会不会互相残杀，会不会靠吃对方的肉维持生存，以此来证明当初他啃食母亲只是生存本能。然而结果跟他预想的并不相同，此时身处地牢的5人继续往前深入，最终还是走到了一个死胡同。这里摆放了4个水桶，上面有一个7米高的通道，想要走出死胡同唯一的办法只有往上走，可4个水桶堆起来也不够7米高啊，难不成还要爬上去不成？然而等众人发现这里还有卫生纸还有水杯，这才恍然大悟，这是给他们喝水还有方便用的。这哪里是什么提示啊，这是要让他们在这儿活活熬死啊！此时他们当中有人开始破口大骂，像疯子一样怒吼，就像是犯了幽闭恐惧症。而只有一个大叔比较淡定，他把一个水杯折成利刃，开始不停的凿墙，这是在学习肖申克监狱的安迪啊，不如我们就叫他怂哥吧。就这样他一连凿了3天，结果当然是毫无进展了。一旁的怂姐还嘲笑他别费力气了，费力气死得快呀。怂哥表示自己已经死过一次了，2年前他就该离开这个人世，现在多活每一天对他来说都是赚的。当初他的妻子患上绝症，没钱给妻子看病的他竟然直接了结了妻子，紧接着他就要自杀时，可惜最后关头被警方抓获，直接关了2年，前几天才刚刚放出来。因为他做错事，活着对他来说就是煎熬。然而听完怂哥的经历，一旁的舞女有些动容了，他没凿墙的本事，但是凑热闹的本事他很有啊，也开始唠起了自己的经历，打发时间。前阵子他和男友分手，他越想越气，最后直接动手杀了男友。看来这些人都不是善茬啊，一个杀妻，一个杀男友。可有着杀人经历的他们，会不会向地牢内的队友下手呢？马上就会了。他杀妻只因妻子久病无法医治，他杀男友只因男友提出了分手，他杀收银员只是缺钱顺道抢了银行。现在他们都被关在同一个地牢里，而关他们的就更厉害了，小时候吃过自己的母亲，而他将众人囚禁在这里，就是要看着他们自相残食。因此他往地牢里丢了一把手术刀，手术刀旁边还放了一个纸条，你们谁能撑到1个月，我就把谁放出来。友情提示，在这个时间内可没有食物供应哦。大伙儿一看，我次这不明摆着在挑拨离间吗？他们怎么可能像外面那个老愣一样，为了活命选择蚕食同类呢？可是等他们饿了1个星期后，有人就不这么想了，尤其是这个抢劫过银行的劫匪，他开始一直盯着手术刀看，饥饿让他失去了理性，他直接去抢夺手术刀，然而却被怂哥一把控制住。平时安心凿墙的怂哥其实偷偷的注视着劫匪的举动，早有防备。劫匪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对着牢里的蟑螂起了歹念。最后他实在没忍住，他还不忘荤素搭配，蟑螂配青苔，味道是要多正有多正啊！其他人也开始向他学习，唯独怂哥不吃这些，只是一心凿墙。就这样他忍受着饥饿，靠着水宝一直凿了17天，最后还真让他凿出个口子。怂哥很是激动，以为找到了出口，他喊众人过来猛踹，成功将墙壁踹开。然而他们走进隔壁房间一看，我操，这里摆满了尸骨，而且也是一个地窖。看着这些死去人的尸骨，不用问啊，这肯定是上一批被活活饿死的人。众人担心接下来他们的结局估计和他们没什么两样，可事实并非如此啊，因为他们之中有坏人呐。而就在这时，一直凿墙的怂哥看到自己的努力都白费了，最后直接气得心脏病复发，眼看着就要成为第一个走的人。而他的情况被劫匪看得一清二楚，他吃够了蟑螂，现在只想尝尝人的味道。于是他趁着夜色抢走手术刀，一刀刺向怂哥。万幸的是，怂姐及时出击，总算是又控制住了劫匪，这才让怂哥躲过一劫。然而怂哥已经心脏病复发，此时没有药物，估计撑不了多久了。此时的劫匪已经被捆绑了起来。就这样，大家干熬，一直熬到了第23天。怂哥知道自己撑不了几天了，而此时被捆绑的劫匪也终于抓到了机会。
众人已经25天没有进食了，此时劫匪忽悠大家去吃怂哥的肉。很快，其他人在劫匪的怂恿下扑向怂哥，而劫匪还在不停地喊着加油。怂哥最终被杀死。此时，众人开始疯狂地啃食怂哥的肉，唯独怂哥的好友松姐在一旁躺着陷入昏迷，因为他被这群没有人性的东西打晕了。然而等他醒来，发现怂哥已经被吃得所剩无几。此时最坏的劫匪还来炫耀，说什么早就应该吃掉怂哥，不然也不会饿这么久。松姐孤立无援，于是想办法策反。他找到成员中的女性舞女，告诫他小心劫匪，他现在让你们吃怂哥，等怂哥的肉吃完了，他就会吃你们。舞女呵呵一笑，你想什么呢？要吃还是先吃你吧。松姐这下彻底孤木难支了。果不其然，随着时间的流逝，怂哥的肉开始腐烂。正当大家准备吃掉松姐时，他们发生了分歧。这个男人有了别的想法，只要杀掉劫匪，他就可以独占2个女人。奈何劫匪手中有刀，一刀结果了男人的性命。这下好了，换成劫匪独拥2个女人了，而且还有了新鲜的肉可以吃。就这样又过了3天，松姐意识到危险来临，如果这个男人的肉被吃的差不多了，那松姐就是他们下一个对象。所以这些天他一直暗中活动绳索，终于在进入地牢的第29天成功挣脱捆绑。此时距离老愣说的脱困日还有1天。这时劫匪和巫女还在睡觉，只见松姐偷偷拿走一旁的手术刀，但她并没有起杀心报复，而是悄悄地躲到了旁边的地牢。等到劫匪醒来，立刻寻找松姐，结果却被松姐划伤了手臂。现在他们一门之隔。松姐心想，只要撑过了30天，老愣一定会放了他们。事实证明啊，他还是太天真了。等30天到了，他们在地牢里待了一整天，地牢没有丝毫的变化，根本没有人来接他们出去。看来老愣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让他们全都死在这里。事情正像老愣预料的那样，等到第33天，所有人的肉都已经吃完了，劫匪再也按耐不住饥饿，他直接掐死了陪了他多日的舞女。此时躲在一旁的松姐听到动静，从背后直接偷袭劫匪，一刀解决了劫匪。现在好了，整个地牢只剩下松姐一人活到了最后，而监视一切的老愣也露出了满意的笑容，因为他的猜想得到了证实，人在这种极端环境下的确是会互相蚕食的。只是这个松姐从来没有吃人，还撑了30多天，甚至还有力气杀人，他就不由得想会一会他了。于是他把梯子放进地牢，自己缓缓下去，想和松姐聊聊人生，谈谈理想。可是松姐却不这么想啊，她直接用一根骨头捅死了这个罪魁祸首，而松姐利用抛下来的梯子成功得救。松姐虚弱的躺在地窖口，贪婪的享受着久违的阳光。影片到此结束。在这里阿松哥想说呀，不是所有人都和你想的一样，总有一部分人宁愿饿死也不踏破那条人格的底线呢。Goodbye everyone。